在 CAMRAL 当中做风光调色，有时候我们需要对远处的这些白色的高光区做色彩调整。那么由于远处这些高光太亮，接近于白色，那么在调色的过程中，白色是很难染上颜色的。很多人会使用 CAMRAL 当中的这个亮度范围或颜色范围去选取这一部分的选区，然后通过这个选区对它进行调色。那像这种调色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边界感。即使你在做选区之前做了很大的蒙版冗余，那么你也很难做出那种光线从亮到暗过渡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在 CAMRAL 当中，如果想对这个远处的高光处追加晚霞效果的话，那基本上是很难达到逼真效果的。风光摄影师像这种调色都会到 PS 当中进行。那在 PS 当中有一个很神奇的工具就是这个通道。那在这个通道里面，它去做选区，会基于照片的亮暗过渡来做选区，这一点比 CAMRAL 里面的亮度范围和色彩范围算法要好得多那刚才说了，我们需要对远处这些高光追加晚霞效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点击一下 RGB 通道。那这个时候它会获取这个 RGB 亮度范围当中的高光区。那这个高光区你可以看到，它不光是远处的这一块位置，哪怕在这个树干上的这些反光处，这些很亮的一些像素都会被这些蚂蚁线所包裹住。那这个选区并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只需要高光的这些远处的这块区域，其他的一些白色亮色的这些像素点我们并不需要它被选中，那就需要把这个高光选区给它缩小。那按住键盘上的 Ctrl、Alt、Shift 这3个键不松手再次去点击 RGB 通道，它会缩小这个范围。那我们一直点，它会一直缩小。那缩小到什么程度呢？那取决于这个选区所包裹的范围。如果你觉得这个选区所包裹的范围拿不准它到底有多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通道下方点击一下这样的一个蒙版的图标那在这个通道里面它不是蒙版，它是把当前选区范围载入到通道。好，我们现在载入进来之后，我们单击一下，你可以看到选区所包裹的这块区域是最亮的，逐渐会变暗，到周围是很黑的一个状态。那对 PS 玩的比较熟练的他都知道在通道里面选亮不选黑，就是选区会自动选择亮部，不会选择黑色的。等一下做调色时，这个调色的效果就会作用到这些亮的区域，越亮作用的越强，越暗作用的就越弱。如果像这种纯黑的，那就不会产生任何调色效果。好，这个时候我们单击 RGB 通道，然后回到图层，我们在图层下方去创建这所有的调色工具，做出来的调色效果只会针对刚才大家看到那些比较亮的那一块区域。我这里创建一个纯色的填充层，并且给它填充亮黄色。大家看一下，它作用的范围就是刚才在通道里面看到的那些区域。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就这些亮的区域那现在我们把当前填充进去的这个纯色的黄色混合模式给它改成强光。它改成强光之后，你会发现它会把这些云的层次给保留住。那这个黄色并不像晚霞效果，那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调色。那我们调色肯定不能在这直接创建调色工具调，那这样创建调色工具调会整个图改变。那我们现在只需要对我们填充进去的这些黄色的高光区产生变化。那我们还需要把当前这个选区给找到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点击一下后面这个蒙版，它也会获取这个选区。有了这个选区，就相当于有了一个限制。我们在做调色时，它的这个调色范围只会作用到这些选区这些范围。那恰恰我们在通道当中获取的这个选区，它是基于光线的强弱变化来做的选区。所以说我们在调色时，它的颜色变化不会只在这个选区框内部，它会逐渐向外扩散。所以说这种效果做出来就比较逼真了。好，我们现在去创建一条曲线，对曲线进行简单的处理稍微压暗一些，增加一些红。好，现在这个晚霞的颜色就比较逼真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晚霞它把这一块白云也染上了那些暖色光。那我们就可以把这2个层给它全部选中 ，Ctrl 加 G， 用这个快捷键给它编到这个组里面去。编到这个组里面之后，我们为这个组去创建一个蒙版，为这个主蒙版填充黑色，去隐藏一部分效果。大家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进出的这些白云那个颜色给擦除掉，再去创建一条曲线。那这个曲线我们来做一个全图的调色，稍微可以给它增加一个对比的效果。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图的色彩
打造啊，就基本上就完成了。那剩下的就是把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图层里面这些效果啊，给它全部合并到一个新图层上 ，Ctrl、Alt、Shift， 再按 ABCDEFG 的 E。这个时候我们把下面的所有调色效果啊合并到新图层上了，再去滤镜当中的 Camera 滤镜，在 Camera 滤镜再做进一步的加工。那通过蒙版，然后对我们刚才这个峡谷当中啊做一个选择，把峡谷稍微提亮一点，这样会显得它的立体感会更强。那 Camera 里面这所有的工具都可以辅助我们在这个图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那以上给大家分享的就是 PS 当中的图层通道。那在通道当中创建出来的这个选区啊，就是所谓的亮度蒙版。好，我们点上关注，下个视频再见，拜拜。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小清新色调的调整方法。那么我们在学习调整方法之前呢，一定要知道小清新照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当我们知道每一种色调的特点之后，我们在调整照片才会有思路，才会有方法。那么有很多同学就在说，我拿到照片之后，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啊，工具我都会用啊，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调，不知道调什么颜色。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出在你不知道各种色调之间有什么特点，并且这些色调能适用在什么类型的照片当中。小清新它是一个非常简单、干净啊、明亮、清爽的这些特点啊，照片不会有特别重的阴影啊。如果照片的明暗反差特别大啊，它就不符合小清新。小清新都是这种比较偏亮的照片啊，高光和阴影之间没有特别强的反差，整张照片都是以中调为主啊。那么这张照片在影调上就已经符合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特点。那么小清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颜色不多啊，2到3种颜色，并且有一个大面积的主色调。那么这张照片的大面积的主色调是什么颜色啊？就是这个绿草的颜色。那么其他的服装啊，尽可能要选择一些纯色的服装，和当前的这些主色调比较搭配的颜色啊。那么我们知道小清新是这种一个简单的颜色比较少啊，再加上它的阴影和高光的反差比较低啊，整个照片比较偏亮啊，偏中调啊。那么知道这些特点之后，我们是不是就更有思路去调整它了？是不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是一张原图啊，拍摄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它这个草的颜色可以看到有点泛黄，色温比较偏软啊，感觉它就不清爽啊，不清爽不清新。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那些特点之后，把这个照片把它改良成我们刚才分析出来的那种特点啊，就是看上去清凉一点啊，干净一点。那么我们怎么调呢？那么你想让照片清凉干净啊，第一件事就是色温的问题，这就要牵扯到色彩学啊。色彩学里面，冷色调是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暖色调是给人一种比较热情、比较温暖的感觉。那么我们小清新恰恰是一个偏冷一点的感觉，所以说我们要把色温给它回归一下啊。大家看，我们把色温给它降下来，这个照片是不是瞬间就清新了？不像刚才那么火辣了，是不是？这就清爽一些了。好，那么色温降下来之后啊，饱和度也要给它适当的降低一些啊。饱和度降低了之后，我们整张图看上去就寡淡了。那么等一下我们再用这个混色器把这些颜色进行优化即可啊。那么我们在基本里面降饱和度要降个15啊，不要降太多。如果降多也没关系，等它到这混色器再去优化一下。那么我们现在还需要把暗部稍微提起来一些啊，阴影提起来一些，不要让它有过重的阴影。当然你把阴影全部提高，整张照片就偏灰啊，偏灰就不通透。所以说我们阴影值提到一个适当啊，让这张照片不要出现非常强烈的明暗反差啊。如果出现强烈的明暗反差之后啊，它的小清新的感觉就会丧失啊。去薄物稍微给它减去一些，让照片朦胧一点啊。好，这样一个照片的感觉就出来了，是不是看上去比较清爽凉爽啊？那么颜色上太寡淡了啊。那么我们把颜色优化一下，到混色器里面啊，点开饱和度这个选项，把画面中的人物衣服的颜色回归一下啊，也就是橙色，是不是？那么我们就把橙色的饱和度拉起来。好，这样我们看到这个照片就不那么寡淡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草的颜色呢，在色相上已经接近小清新那种凉爽的感觉了。那么我们可以适当优化啊，我们可以把色相稍微改一下啊，稍微改让它更凉快一些啊。这个草在这里是属于绿色，是不是？那么我们就把绿色的色相给它偏向更冷的青色。偏多的话，你看偏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宝石这种感觉，那种感觉就比较不舒服啊。
能偏太多，稍微偏一点点，好，偏到这里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降它的饱和啊，饱和度有点高，把这个绿色的饱和稍微降一点点。好，那么为了让这个草啊，这个草里面这个开的这个小黄花让它更明显呢，我们需要把黄色的饱和度提起来。我们开始提的橙色嘛，橙色是人物的衣服，那么草中间生成的这些小黄花啊，通过我们降这个基本里面的饱和度之后，黄花不明显啊，不明显我们就在混合器里面把黄色的饱和度拉起来，让这个花明显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草丛里面的黄花明显了啊，草的绿啊已经偏向一个冷绿啊，然后我们这个照片的感觉是不是就更清爽一些了，是不是？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的话，你还可以用这个颜色分级为中间调去附着一层颜色。那么中间调是整张画面中最大的面积的啊，因为这个照片它是属于一个明暗反差非常低的照片。那么你在阴影或者是高光这两个选项当中去附着颜色，那么你基本上也看不出来什么太大的效果。所以说我们这里要选择中间调去附着颜色。那么在中间调我们去附着一个青绿色。大家看啊，我们调到这个青绿色这里啊，饱和度不能拉高了，青绿色饱和度不能附着太高了，一点点啊，提亮。好，现在这个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之前之后啊，是不是这个效果看上去更清爽一些，是不是？那么我们整张照片的小清新的效果基本上就出来了，大家看一下效果啊，是不是？如果你对这个照片的影调上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就可以回到基本里面进行微调啊，把这些影调啊进行微调一下啊，达到一个你心目中最完美的一个小清新色调的感觉。好，那么今天这个思路和方法就教给大家。好，我们下节课再见，拜拜。今天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Camera Raw 当中最核心的功能，也就是蒙版功能。那么我们以前学的课程中这些调色工具都是针对整张图进行调色那么我们在A32 当中也可以对照片局部进行精细化控制的，那么我们就要借助今天要学的功能，也就是这个蒙版功能。这个蒙版功能大家一定不要把 PS 里面的图层蒙版想成了 A4R 里面这个蒙版两个蒙版是不同的概念。A4R 里面的蒙版它其实就是做选择的一个工具而已。比如说我们要调天空，我们就需要用蒙版功能把天空选出来。比如说我们要调整这个大楼，我们就要用 A4R 里面的蒙版功能把这个大楼给它选出来。那么选择大楼、选择天空，还是选择汽车还是选择地面呢？它都有不同的工具来完成的。比如说要选择天空，那么这个蒙版功能就有一个选择天空这个功能一点它就会把天空给你选出来，很简单。那么选择天空和选择主体这两个功能是靠 AI 算法来做选择。那么下面这个画笔、线性渐变、镜像渐变、色彩范围、亮度范围是我们手动来选择某一个区域，自由度更高上面是靠算法自由度没那么高，一切听电脑的。那么最底下有一个景深范围，那么这个景深范围在我们用相机摄影的这部分人来说呢，这个景深范围是永远不能使用的因为这个景深范围是需要你的设备有景深雷达或者是红外雷达扫描的功能的，你才能计算景深。目前据我所知，只有部分手机上会安装这个雷达功能那么我们这个 A4R 当中的这个景深范围，只要你是用相机拍的照片，这个景深范围是无法激活的无法使用那么我们再来回到蒙版这个蒙版就是我刚才所说，只是在画面中某个区域做选择，选择出来之后单独调整它。那么我们单独调整，那有哪些参数可调呢？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做个示范。我们现在利用这个选择天空，把整张照片的天空选出来点击一下这个选择天空，我们就等这个电脑帮我们进行计算。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电脑很快就把天空给我们选出来了。现在被红色这些区域所覆盖的面积就是天空，是不是？那么这个红色的颜色它并没有任何实际上的作用它只是方便我们去观察我们现在选的这个天空选的完整不完整你也可以把这个红色换成别的颜色在哪换呢？这里有个红点，大家看把这个红点点开，在这里面找到你觉得看到舒服的颜色，用蓝色吧，因为蓝色比较特殊你看我现在就可以把我们蒙版这个提示颜色改成蓝色这个蒙版所选出来的天空这个红色并不是你照片上的颜色，
你保存之后也不会带到你照片当中去啊，只是来方便我们来看到我们选择的这个天空选择的范围是哪些地方啊，起这么一个作用。如果你不想看啊，影响你的话，你就把前面这个勾显示叠加前面这个勾给去掉，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被那个颜色啊所覆盖了。那么取消这个勾并不影响我们去调整天空这块区域啊。你看啊，我们选择了天空之后，建立了一个天空的蒙版，大家看，建立了一个天空的蒙版在上面啊。那么这个蒙版啊，可以做什么操作呢？可以做下面这一系列的操作。大家看，曝光对比、高光阴影、白色、黑色、色温、色调、色相、饱和度、纹理、清晰度、去薄雾、锐化、降噪、去边啊，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蒙版功能来进行调整，是不是？好，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主界面啊，回到这个主界面，我们不管去使用蒙版功能里面的任何一项做选择的工具啊，比如说我现在用镜像渐变来在这里做一个选择，只想调整画面中的这个中心区域啊，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蒙版，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蒙版上调这些参数。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参数，是不是？我们这个蒙版当中的任何一款做选区的工具啊，你只要把选区给建立出来了，它都可以给你提供这些参数的设置，是不是非常的灵活呀？你看看，我们再还原啊，比如说我现在想把地面给它提亮啊，我不想提亮天空，只想提亮地面，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线性界面，点开线性界面，拉一条线起来。大家现在看到没有？地面这个区域就被红色所覆盖了，那么这个红色就是你刚才选择出来的区域。那么我们可以来调整它的曝光，把地面给它拉亮，是不是？大家看是不是？这就可以拉亮了，是不是？那么这个蒙版就是来做局部调整的一个工具。它为什么要叫蒙版啊？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研究它了。如果把它换一个名字叫做局部选区，我觉得更容易让小白理解了啊。好，那么我们再还原一下啊，我们再看这个画笔工具啊，这个画笔工具啊，它可以更自由灵活的根据我们的所想区域进行选择。你看啊，我们如果想把这个大楼给它调亮一点，我们地面也不想动它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画笔，用鼠标在这个大楼边上去画，把这个大楼全部给它涂成一个红色，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单独的控制，是不是？现在大家理解这个蒙版的功能没有？蒙版的功能其实就是利用这8种不同的工具对照片某一个区域做选择，选择出来了之后就可以提供这些参数设置来改变照片的局部。那么今天这节课不需要大家会这些工具，只需要大家理解这个蒙版是做什么的就行了。那么我们下节课开始会把每一个工具的详细设置和方法都教给大家。那么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拜拜。今天我们来使用黑金色调给大家来巩固一下上节课所学的知识。我们上节课已经非常详细的讲解了 A4R 当中的混色器调色原理。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使用上节课所讲的原理来调出一张黑金色调。为了让大家方便对照啊，我们可以把右下角的正方形点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左边这个原图和右边的效果图进行一个对比了。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黑金色调的特点。黑金色调它一些发光的亮部啊都是金色的啊，不发光的暗部呢都是中性灰或者是暗调。那么我们为了得到这个效果，我们可以借助混色器把暖色以外的所有颜色给它滤掉。那么结合上节课所讲的理论啊，降低饱和度可以把色彩给它去掉啊，呈现出中性灰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除了暖色之外的其他颜色的饱和度都给它降为0。降为0了之后，这画面中包含着绿、浅绿、蓝紫和洋红这些色彩都会变成中性灰。如果它的亮度不够，就会变成黑色；如果亮度够，就是中性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是不是已经很单调了，没有其他的多余颜色了，是吧？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为了让剩下的这些暖色统一到金色方面去啊，我们需要来调整它的色相。那么金色是什么颜色呢？金色是不是偏向于橙色啊？饱和度和亮度很高的橙色啊，是不是最像金色啊？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把色相点开啊，把红、橙、黄这3个颜色统一到橙色当中去。那么红色可以看到，红色往右边拉就是橙色，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画面中的红色变成橙色啊。把三角滑块向右边拉到头，这样一来，我们上面这个红色的灯光啊就会变成橙色。大家看一下左边的原图啊，它这个塔上面的灯啊都是红的啊，这样一调就变成了金色了。
是不是很简单啊？那么剩下黄色是哪里呢？黄色是这个建筑里面的这些办公室的灯光。好，那么我们为了把黄色也变成橙色，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调整黄色的色相啊？把黄色的色相往橙色偏动。大家来观察这个大楼里面的灯光啊，左边是原图，右边是调整后的啊，色彩就得到了一个高度的统一啊。那么我们现在想把橙色啊给它弄得更突出一点，我们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提升饱和度啊？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到我们饱和度这个板块当中去啊，点击饱和度，把红橙黄的饱和度给它拉高啊。我们来试一下。好，大家看一下。红橙黄的饱和度拉高了，是不是看上去更鲜艳了，看上去更明显了，对不对？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调整明度来适当的控制一下它的饱和度程度啊，因为提升明度会降低饱和。比如说你觉得这个饱和度过高了，你也可以把橙色的明度啊稍微提高一点，提高了之后它会把饱和度稍微降下去一些啊。大家看一下，我们提升了橙色的明度，是不是它就没有那么鲜艳了，反而看上去更舒服了，是不是？调多大没有一个固定数值，只有去观察，根据你自己的审美去调啊。那么红橙黄我们都可以适当的提升一点点啊，你提升太多了的话，它就没有色彩了啊，它就会变成白色。所以说我们也不需要提太高，适当的提，根据审美来提，没有固定参数。好，这样一来我们就调整了红橙黄的明度、饱和度和色相，来达到了一个色彩高度统一，是不是？剩下的就是影调了。黑金色调一半是影，一半是色彩啊。那么调整影调的工具有哪些呢？有这个基本啊，还有这个曲线。以后我们还要讲到的一个这个效果啊，这个效果里面有一个暗角功能，它也可以充当一下调影调的工具。还有以后讲到的这个蒙版里面这些镜像渐变啊、线性渐变都是调影调的。那么我们就使用我们讲过的工具，没讲到的工具我们也不会去用它，因为用了之后大家会有很多疑问啊，因为我讲到还没讲到那里去啊。那么这个曲线是讲过的哈，我们就用曲线来调整一下。好，为了让这个照片看上去更通透，是不是啊？我们以前理论知识也讲过，照片通不通透是看明暗对比的。那么我们让这个照片稍微通透一点啊，我们就可以把亮部啊稍微提起来一些啊，中间调啊不动它，压回去。那么这个暗部呢，我们也不能再压了，暗部如果再压的话，这些特别黑的区域就会丢失细节了啊，因为你提升了这个对比啊，提升了明暗反差，就会丢失暗部和高光的细节。如果你稍微给一点的话，它会提升画面的观感，并不会影响到你观察细节。但是提多了的话，就会非常影响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暗部的细节丢失和高光的细节也丢失了啊，看上去很难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对比度拉强了的话，就会丢失细节了啊。所以说我们适当的提会改善一下照片的观感，但是啊，你不要去弄多了，弄多了就会直接影响细节啊。好，我们稍微这么调一点点，把暗部给一点点灰，因为它这个暗部啊，你也看直方图看得到，它的最暗部是没有的，这个画面中是没有纯黑色的部分的。所以说你在纯黑的地方稍微给一点灰进去，往上提，会让这个照片看上去有一点点高级的感觉在里面啊，有一点点高级的感觉在里面。适当稍微改一下啊。好，大家来看一下效果图和原图的对比啊。那么由于这节课我们没有使用人色分级和蒙版里面的这些工具对这个照片做进一步加工啊，只是单纯的使用了混色器和曲线，所以说啊，这个效果肯定不是最完美的啊。那么以后我们把这些工具全部讲完之后啊，我们再来正儿八经做一些调色实战啊。因为今天这节课我们主要是来巩固混色器，并不影响我们来使用混色器和曲线来练手，所以说这节课只能当成一个小白的练手课啊。那么以后我们把工具学完了之后啊，再来给大家做更多的调色案例。好，我们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节课再见，拜拜。